嗨，各位老板，我是你们最爱的总统。你们看看现在的美股，简直是一场灾难。居然有人怪我，伙计们，我早跟你们说过，股市这玩意儿我根本就不看。我上任前，大家不是还喊着特朗普交易时刻要发财吗？结果呢，我刚挥挥手，准备让美国再次伟大，华尔街就给我来了个黑色星期345。我关税一加，科技巨巨头一天跌掉3万亿。我能怎么办？我又不是算命的。我信誓旦旦地说要带来繁荣，可现在他们管这叫特朗普衰退，真是离了个特朗大谱。认真讲，这股市跟我没啥大关系吧？我忙着给加拿大、墨西哥谈关税，忙着让美国人过上好日子，谁有空管那些华尔街的神经病呢？跌就跌吧，反正我账户里的钱早就挪到安全的地方了。顺便说一句，发特朗普币我也赚了不少钱，哈哈，我特朗普从来不输，输的都是别人。所以啊，兄弟姐妹们，最近的纳指、标普不过是些小插曲，真正的传奇还在后头呢。股市跌了又怎么样呢？我还是那个能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男人。各位老板，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个项目，这项目叫什么？实时动画人脸工具吧，应该是。它不同于我们的换脸，换脸只是将脸部的一个特征进行更换，而这个项目呢，它是对整个的一个人物的特征全面的进行替换成咱们想要的数字形象。当然，之前各位老板们看到的那段特朗普的开场白呢，效果也不是很好，尤其是嘴型的匹配不是很好。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跟初始动画形象有关系。我测试了一下，需要是嘴微微张开的一个初始的形象，这样生成的人物讲话的效果就会比较好。现在我演示的呢是他自身带的一个例子，一个比较漂亮的 3D 美女。这种实时动画工具，我觉得最大的应用场景就是直播。最近不是有那种换脸、换背景、换音色，然后盗取他人的直播间进行2次直播的这种现象嘛？但是我们用了这个实时动画形象，就可以避免被系统检测出来。因为不管你怎么换背景、换脸、换音色，讲话的内容还是相同的，而且他们是转播，音画之间有滞后性，所以依然会被系统判定为违规。如果我们用这种形式直播，加上我们做一个美女形象，或者是比较可爱的皮克斯风格卡通形象的话，那么我们的直播就会比较有趣，也能解决一些不愿意露脸的老板们的困扰。这个项目并没有在 GitHub 上发布，它是托管在 Hugging Face 上的，所以没有几颗星的说法。但是我觉得这个项目还是比较有潜力的，有兴趣的老板可以试一下。而且4月1日不是快到了吗？我们可以将这个数字形象接到虚拟摄像机上，打开微信或者 QQ， 整中你的好友。好，下面我们来演示这个项目的部署和安装。来到项目的 Hugging Face 主页，我们看一下它的说明。一种实时面部动画工具，可使用网络摄像头使静态图像和视频栩栩如生。它支持静态图像和视频动画，非常适合虚拟化身、内容创作和流媒体。流媒体也就是直播。看一下它的环境要求，有摄像头、Python 环境、CUDA， 也就这些。我们首先将项目给它下下来，这个项目也不是很大，只有6G 左右。点击下载。下载好，将其解压，尽量解压到离根目录相近的地方，而且不要有中文。这是我解压出来的文件。然后我们对项目进行环境配置。首先下载这个 Microsoft C++ 的生成工具，然后安装。只需要安装这个 Visual Studio 生成工具2002版就可以了，其他的可以不用安装。接着来到这个网址，下载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C++ 工具包，也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工具包，一直往下拉，找到适配 X86 平台的
工具，点击下载并安装即可。我这个已经安装好了，取消。第3步，安装 CUDA 12.2 版本，选择我们的操作系统，下载并安装。这个我也是安装好了的。出现这个界面，说明咱们的 CUDA 已经安装好了。需要说明的是 ，CUDA 的安装有时候需要重启电脑。第4步，下载 CUDA 的配置文件，并将其解压。解压出来一共包含3个文件夹，1个文件。我们打开此电脑 C 盘 Program Files、NVIDIA GPU、CUDA V12.2 版本文件夹，将刚才下载好的配置文件全部拖进去，覆盖安装。下一步，回到项目的解压目录，点击这个 ChunkPoints 文件夹下面的2个文件夹下，但凡含有.trt 的这个文件，全部给它删除。再删除另一个文件夹下的 trt 文件。好，删干净，然后回到项目的总文件夹下，运行命令行，输入这一行命令，等待安装完成。它这个命令就是重新生成模型，重新生成 trt 文件。显示成这样，说明我们的模型已经生成好了。打开文件夹看一下。回来了。然后我们将它给关闭。我们来给它演示一下，因为我的电脑没有摄像头。开头特朗普那段视频是我用一个局域网流媒体摄像头做的，声音的延迟比较严重，不过也是可以临时应急的。我在这里就来说一下这个流媒体摄像头的使用方法。打开这个项目的 GitHub 主页，下载 0.4 应用，安装到我们的手机上。将这2个按钮给它打开，下面会出现一个 IP 地址，将这段 IP 地址输入媒体源的地址栏，然后格式定义为 mgpeg， 将本地文件这个对号给它取消，点确定就可以使用了。我这里就用一段本地视频进行演示。打开之后，将虚拟摄像机打开，接着启动项目。如果我们用图片做虚拟形象，我们就点这个 image； 如果用视频，就点 video。它这里有很多例子，需要哪个形象，就将哪个形象命名为妹。我用这个美女形象演示一下吧。双击 video， 它查找了这么多的摄像头，发现只有一个0，就是我们的虚拟摄像机。选择0，回车。他问是否要打开虚拟摄像机，我这里选择 N， 因为打开的话会报错。我们可以对比一下这2个说话的视频。它这里有4个按钮，可以对一些细节进行调整。pose 可以将头摆正，然后眼睛我们给它调的稍微真实一点。口型我觉得这个口型还算可以。这个就不用调整了，这就是它的效果。
如果要追求更好的效果的话，可以将摄像机摆放在我们身体的上半部分，露出肩部位置，头部上面呢也要留有空间，然后它这个效果将会好很多。好，这就是今天的分享，谢谢各位老板观看，再见。